是吊脚楼。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就是在中国非常有名气的吊脚楼。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张家界。我们来到的是凤凰古城。吊脚楼可以说是在张家界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建筑。来到这边，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看到什么叫做吊脚楼。吊脚楼呢，但中共呢嘛叫做吊楼子。中国的苗族、壮族、布依族、丁丁不止啊，还有其他族加起来4-5个，都居住在这个属于中国南方山区少数传统的这种甘蓝式的居民，尤其是在湘西、四川、重庆、贵州，你看看这一些吊脚楼都是依着山势而建造而起，朝向都是坐西向东，或者是坐东向西。下骹呢是啥？防潮用的饲猪啦、饲牛啦、等等啦顶一站呢是通风干燥，所以人呢通常呢拢住伫对，拢住伫上顶关站这要看吊脚楼，我跟你讲，来到凤凰古城呢，这个吊脚楼绝对是堪称一绝，也是欣赏吊脚楼最佳的一个城市啊。凤凰古城，这个神秘的湘西凤凰古城呢，有中国最美丽的小镇之称。很多人知道湘西凤凰源自于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咱头前有看到沈从文的故居。这个凤凰呢，位于湖南西北面的这个苗族土家族居住的一个区块，后来当然我们把它叫做是凤凰古城这个他们群山当中穿越今嘛这个吊脚楼的这个河呢，叫做沱江那来到凤凰古城呢，其中一个重点当然就是看这传统的吊脚楼建筑，跟这家尊驾泛舟沱江一支长长的这个插口这个支撑了这个吊脚楼的楼身哇，它看起来真的是奇特凤凰古城沿岸的这个吊脚楼非常非常的多那一种吊脚楼不是很壮观不是说很厉害它重点是一种不加雕琢的朴实的美丽没必要过分的去挑剔这个它的古旧跟残缺，因为你要欣赏的就是它的古旧残缺跟它最原始的朴实之美这个就是漫游。这种漫游的生活，你来到凤凰古城凤凰古城内底，你就会感受到最具民族情色特色的苗族吊脚楼建筑。现在咱到虹桥，这个虹桥风雨楼的横跨在这个沱江宾馆风雨楼以它的壮观跟它的俊美变成是一个特色倒手评价有看到无？这东西吊脚楼，下骹就是尊驾凤凰古城现在这个弯靠这个沱江泛舟甲边的吊脚楼，你敢知每一张吸引真侪摄影师来到这，就为了捕捉这一个精彩的画面那现在咱到这个虹桥呢，建伫明洪武这个时间大家呢相信风水的凤凰城的人拢讲这个桥呢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呢是一只龙的身躯身首异处了留伫遮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火星出世的这个安徽小子呢，叫做什么朱元璋听信那个从昆仑山上的一个算是一个谗言啦来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他寻找的龙头这个人呢就断言了讲白的就是算命师吧风水师断言了这个地方是龙头，如果龙头被斩，凤凰水将遭遇毁灭性的破坏凤凰再也不出皇帝所以呢这个传说呢就留下来到现在，这老一辈的人都把这个传说当真当假不管但是越老越相信传说越老越相信这个叫什么命运那是没办法的事
总使你再怎么跟他讲科学理论哦，都没法度哦。但事实上也是因为有传说而美丽的啊，所以呢刚刚在那个虹桥上面呢，而不是上海浦东的虹桥机场哦，那个虹桥呢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我们从早上一直逛到晚上，有逛那么久吗？这个很多人哈，这个来到中国大陆呢，多走2步路呢，就要求要坐电瓶车。我跟你讲，身体来看一个行一个人哈，多走哦，多活几年啊。有时候不要太懒惰哈，这个太懒惰对身体不好啊。那当然呢，你如果不能走呢，那也不要虐待自己了哈，更叫的给坐落呀哈，电瓶车的给坐落呀。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凤凰古城，这个凤凰古城呢，晚上的夜景呢依然不变，打得通火哦。当然它也变成了非常热闹的酒吧街啊，到了晚上摇身一变完全觉得不一样了。来，我们离开之后来到了张家界的大峡谷。张家界大峡谷这个行程呢，也是恭喜这几当来应运而生的一个行程。最早以前，你哪来张家界人绝对不会来过这个大峡谷。现在的张家界大峡谷呢，其实呢变成了游览张家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呢，张家界只是一个区块应该来引进来供呢，那是来湖南湖南的这个地方。那张家界是在湖南的其中一个旅游景区啊。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是张家界的大峡谷。张家界的大峡谷跟美国的大峡谷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是一样的吗？但是呢，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风景哦。这个张家界近年来的新兴景点代表作大峡谷，这个所在呢是最好的森林健行步道。这个内底有瀑布啦，还有溜滑梯这个溜滑梯偌长你知无只要溜过你就知影。佮坐船啊，当今内底呢，行了会互你感觉足忝的但是呢，会互你感觉这个所在风景真水啦当今内底呢，行去溪路是当中国大陆调讲的一句叫做无回头路啦那这个没有回头路呢，很简单，就是从 A 点进来，从 B 点出而这当中呢，从进门口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卖拐杖了但是呢，我告诉你，这里好不好玩很刺激啦所谓刺激是什么？他要一直走这种步道这个天梯栈道等等一站在这个一线天的这个楼顶当中呢，这个楼梯呢迂回曲折的一路对下骹行去你讲呢这个行了会忝无其实慢慢行还好啦但是完全袂行的人我跟你讲，这行起来就忝你不要看这有悬无？这叫做一线天啦基本上呢会行的人小可会使行只好。你讲体力爱偌好呢？我跟你讲，体力60分就会使爬起来体力要到100分我跟你讲。那安怎？你要回归到20岁的时阵一般到了50岁以后，你很难得身体状况还会有100分的OK， 挑着木材的工人呢，沿途走停，爬上山，他们都没说什么。你看，我跟你讲，这初当的人
当蚕来对这些的人，那寿命特别长，像那在劳动嘛那这里呢，你有时候会看得到挑木材的人哇塞，你才真的是觉得震撼不已他们挑着这个木材呢，两只颤抖的双脚呢，努力的往上走在现今有缆车，中国大陆盖那么多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东西缆车还是没办法载的，他们还是得用双脚走上去。这边溜滑梯的啦，鼠屁屁，挥挥手，好玩哦，好玩哦。溜滑梯啊！滑下来，看到无哈？刚刚大家坐溜滑梯其实呢，加不止溜滑梯滑下来，搁加美丽的景象加搁有一个加重点你若伫2016年来，你将可以再次看到张家界最特殊的东西，这个叫做什么？张家界正在新建的透明桥梁。湖南张家界正在新做一阵号称是全世界最高、最长的玻璃桥。会使让所有的游客呢，都行伫这个玻璃桥当中我跟你讲，这有惧高症的可能当场闪尿这个就很刺激了在2016年应该就会对外开放了这里呢，现在在中国大陆呢，掀起了一股呢透明景观潮你只要看到这个透明桥不用想很多这个所有的透明桥都来自于哪边呢？来自于这个美国的大峡谷东西呢，美国大峡谷呢，因为呢，这个起起来天空步道从此呢，把这个后来没什么特别多观光客的人呢，把它全部都拉来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几乎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所谓的大峡谷天空步道跟美西大峡谷是很像的这种天空步道就非常多这些其实呢都是其来有自的那在走进来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大峡谷当中呢最多的就是石壁，溪泉众多这个峡谷内呢号称冬暖夏凉这里的植被非常非常的茂盛，是非常好的森林域的步道来到家呢，我跟你讲，这里也有是什么叫做登山杖在这里呢，很多在入口处就开始卖了你不小看这个登山杖你行路的时阵有一个拐安尼突嘞安尼嘛算是袂歹行起来嘛是真好行那大家呢，这里呢当然也有这个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啦包括这里面也有吴王坡
这里呢，这个绝壁呢，非常的开阔，视野角度也很大哈。相传呢，李自成带着大顺帝的光环呢，带走北京城料呢，转战秦岭，渡过黄河，走过长江啊，一直对南边行，来到这个湘西对面的这个所在有这个叫做吴王坡村，就是传说当中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追杀李自成起义大军的古战场之一啊。来，我们都来冲冠一发为红颜哈。那这个地方呢，也因为这一个古战场的名声呢而声名大噪哦。传说吴三桂的这个所在呢，大胜了李自成的起义军哦，杀死当时李自成起义军过了千人啊。那是吴三桂一生当中的恶仗之一啊。当地土家人的后裔啊，根据这段历史上的传说，将这个所在加这个大峡谷来到这个村落哦，这个村庄呢，村的名呢，就叫做吴王坡哦。吴王坡村呢，又叫做吴王哦，王国的王，这个王呢是灭亡的王哦。传说吴三桂在这个地方战胜利之后呢，坐镇云南，被封为平西王了。最后还是在三藩之乱当中呢，这个被灭掉了哈。而灭掉的原因呢，众说纷纭啦哈。在当地的土家族的人来看呢，吴王坡，这就是因为你当家做歹代志啦哈，因果循环啦，所以你今仔该拜你家哈。但是呢，我跟你讲吼，今嘛吼，真侪人吼出国旅游的时阵呢，拢会杀这个自拍杆对吧？哦，这个在节目当中也特别告诉大家，现在呢，发生拍照而产生意外的事情呢，越来越多哦。显然，因为以前呢，相机呢没有像现在数位相机哈，来的这么方便。那现在手机都拍照了，有无 iPad 哦，个大个加上呢，因为以前用底片哦，贵三你唔敢黑白乱翕嘛，今嘛无讲哦，今嘛这个数位相片呢，你就管它呢，看到就胡乱拿起来拍啊，不好的我就不用它啊。所以也变成了大家呢人手一机，拿起来就到处拍啊。那再加上呢，后来呢也这个发展出什么自拍杆了哈。那这些自拍杆呢，那就更厉害了哈，拍照不求人哦。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哦？我们就开始呢，变成了拿了这个杆子呢，四处拍照啊。那这也产生了另外一个全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产生了非常危险的动作。这些危险的动作呢是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呢，我当下就没有很注意在看路哦，没有很注意呢，在拍照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也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所以今嘛各位观众，我们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呢，自拍这个动作呢，小尊扎一下哈，真的哈，要稍微尊扎一下。如果自拍这个动作没有稍微尊扎一下哈，其实是具有危险性的哈。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在张家界里面的这个峡谷呢，慢慢的走哈。那我们也走过了这个滑梯我们也看过了这个森林栈道你看这一路风景有水不中国的山水画了看这个里面看看张家界的风景你就不难理解了中国山水画为什么画起来是那个样子啦真的因为它就真长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个沿着河谷边的这个旁边走这个栈道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瀑布我跟你讲，你敢知影？其实这的瀑布这的瀑布有的是人工瀑布。这里有的瀑布是人工开凿的这你们就不知道因为当时在开凿了这一个瀑布的时候呢，所发掘的。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其实看到的那一个瀑布叫做神泉瀑布那一个其实就是人工开凿的。当地的居民在1964年开始费17年所开凿的人工河道，截取它这个底下这个神泉溪的水供当地的这个民众呢饮水灌溉总长17公里，就在这个峡谷的栈道跟这个沿岸旁边呢开凿了出来所以加济人来到家，其实你不知道
哦，这个是它开凿出来的哈。那这个也就是很大的重点了。哇，你看看哈，这个湖水哦湛蓝的不像话，有没有哈？这个山是真的啦，山就不是开凿了啊。但是这里有一个瀑布是开凿，也不是每一个啦。那这里呢也有很奇妙的喀斯特地形哦。坐船啊呐吼，我甲你讲吼，我头前要讲啊，坐溜滑梯坐了，佫会使坐船的啊，这就是大峡谷的特色。那咱有当时啊，若看到哈，小王比较常放音乐，是因为呢，有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景点呢，其实它没有很深的历史故事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风景点啊。
那这种风景点呢，当然就是配上美丽的音乐呢，欣赏风景是最棒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又坐上这个船了啊，这里这一条河川啊，也是经过人工整治的哦，这个也是经过人工整治的，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你注意看哦，涛景有没有看到蓝的不像话的湖水？现在转头一看呢，又有绿的不像话的湖水啊。有没有看到这个绿色水草呢？又有蓝绿水，这个为什么呢？其实这些都是喀斯特地形地貌所产生出来的，比这个张家界的宝峰湖啊更好水。在喀斯特的地形地貌呢，这个像九寨沟最斜港哦，因为它里面呢，这个水含有碳酸钙等物质呢，产生在某一个区块，湖水呢变成什么？蓝色的。那另外一边呢，这个神曲神泉溪的这种河流呢，因为它有优氧化，有绿藻哦，所以它是绿色。所以当你在走张家界大峡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很特别啦。这个湖水上面可以看得到2种的颜色哈，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路上还可以看得到呢，这里还有很多以前土匪藏匿的这个崩坑。中国啊有3大的这个匪犯啊哈。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没有？关东叫做响马，河北叫做鞑子，陕西呢就叫做土匪啊，土匪啊，上面还有放炮台哈。其实讲白的啊，这种就是以前的哈，要过此路请留下买路财啊，那不然就是呢以前呢粮饷啊运过家的时阵会去用抢去哈。所以呢，这大家爱知影，中国有3大匪类啊，一个叫做关东响马哈，这个跟帮派没两样哦。河北的鞑子跟湘西叫做土匪哦，所以这个土匪呢可能比较有名，因为大家现在都叫抢劫的就叫土匪啊，那我们进来在这里面呢，也游玩，坐完船了哦，离开了大峡谷，你看这路上这景色有水不？这真正哈，这个风景点呢，看了呢就是觉得呢心旷神怡，这不怪啦哈，不怪这个张家界呢，这么多人来，其实呢。真侪等我带那个旅游景点嘛，有的人我都不只来过一道啊，感觉这真水哦，都来过来道啊。其实来过来道，有的人啊，那我讲你讲啊，你来过来道，我觉得才不笨呢哦。会重复去一个地方的人，代表他很会享受人生啊。美丽的地方去了再去又没关系，这个像餐厅好吃一样嘛，吃了想吃再来嘛，对不对？有的人会认为说，那我其他地方再去一趟啊。出国又不是集邮，对不对哈？集的越多越好。出国是要玩自己爽的啊！你家己干嘛来家来第一道，可是爽的，可是好佚佗，安尼就好啊哈！不是讲吼，你讲去20几个国家啊，30几个国家啊，在那边集邮，不是哈？好玩的地方，再怎么样去，它都好玩。
哦，这赞嘞，被这样哦，赞。赞了，我们就这样绕了一圈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哦，那个一百哈。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张家界的森林景区啊，从大峡谷又走回来这边啊，你看哈，现在张家界有无十几当前来的人注意个看哦，有感觉张家界景色变了无啥小港无哈？张家界变得不太一样，为什么？很简单嘛。形成了有一些以前还没开发出来的哦，现在呢都开发出来了。来，这里是张家界森林公园的入口啊哈，我们再进来看看美丽的张家界的风景哦。